美国和菲律宾5月初才结束肩并肩联合军演，6月3号又开启陆战队航空支援演习。那么，这已是美菲今年来的第4场联合军演，双方共计投入超过了3000人。演习地点之一就包括距离台湾岛近20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此外，美国海军还高调宣布 MQ-9A 死神无人机已部署至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群岛。3号，美菲陆战队航空支援行动举行开幕式，将持续到6月21号。据菲律宾 ABS-CBN 新闻台报道，该演习为美菲之间年度例行军演，今年的参演规模创新高，双方共派出3175名人员参与，其中包括2200名美国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和空军，以及975名菲律宾陆战队预备役人员、空军海岸防卫队和海军航空大队等。据悉，演习将进行沿海实弹射击、海上关键地形保卫作战、前方弹药燃料补给点作战、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主题专家交流等活动。菲方演习指挥官、菲律宾陆战队副司令瑞卡迪欧在开幕式上表示，演习的目的不仅是要提升美菲联合战备力，同时也是对那些想要挑战我们地区安宁者的威慑。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美军跟菲律宾的这个部队，海军、陆军、空军进行了这个全面向的合作的这种训练操演。那像这次的操演也不例外，它这次的操演主要包含这个步兵快速渗透突击，还有包含了这些防空单位或甚至于像这个如何呢快速这个火力置入的这些操演等等都在要显现出美国的这个陆战队呢，还有这个菲律宾的陆战队要能够协同进行操演作战。这次演习的地点同样引人关注，包括临近台湾的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伊罗科斯省以及中吕宋地区、马尼拉都会区和巴拉望省。其中，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一个群岛，距离台湾本岛仅约200公里。今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军演，也将巴丹群岛列入演习区域。在巴丹群岛举行的最大火力演习为美军海马斯火箭炮发射。海马斯是美国原武器之一，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这意味着可覆盖台湾岛南部。巴丹群岛地处战略要地，其北侧是巴士海峡。去年4月，美菲在吕宋岛举行的联合军演期间，部分科目就选在这里举行。当时暴露出的问题是当地基础设施较差。法新社其后报道称，菲方去年8月寻求美方帮助在这里建设一个新港口。今年2月，菲国防部确认了增强巴丹群岛军力部署的计划。预计未来巴丹群岛在美菲联合军演中的分量将进一步加重，可部署远程导弹和无人机基地等设施。那由于特别是像菲律宾的岛屿特别的多能够透过美菲的这样一个联合训练跟联合作业呢，强化未来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可以快速的跟菲律宾的部队联合进行作战，或者利用菲律宾的这些岛屿，然后让美军能够快进快出。外界注意到，马克思上任以来，与美军的联合演习强度和频率都大大增加。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菲方还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敏感武器部署。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借4月底的美菲肩并肩2024演习之机，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方首次在海外和亚太地区部署中导，也是美方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次部署此类武器。中方对此强烈反对。国防部长董军2号就在新加坡相会全体会议演讲中表示，有个别国家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下毁弃双边的约定，违背自身的承诺，有预谋地挑起事端，制造假象，误导视听，甚至不顾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违反东盟宪章精神，配合外部势力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中国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保持克制，但这是有限的。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6月3号所披露的信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远征军证实，应马尼拉的要求，美军 MQ-9A 死神无人机目前正在菲律宾空军基地轮流执行任务，以支持美国印太司令部与非武装部队之间的情报共享工作。深圳卫视注意到，上个月 MQ-9A 无人机在美菲肩并肩2024联合军演期间，就为美菲联合击沉一艘假想敌船舶提供信号引导支持。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作战半径1852公里，飞行高度可达1.5万米，滞空时长14小时，可挂载4枚 AGM-114地狱火导弹加2枚 GBU-12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或2枚 GBU-38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可在监视侦察目标的同时执行打击任务。那对于美国来讲，在这个地方用轮替进驻无人机的方式，可以弥补菲律宾军方相对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训练不足以及器材的这样的缺乏，让美军可以在菲律宾的西侧建立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这样一个监测网。作为美国当下军火出口的热卖品，F-35隐形战机实际上故障频发，事故不断。3号，日本自卫队的2架 F-35A 战斗机相继在青森机场紧急着陆。就在上个月，美国一架 F-35B 战斗机刚出场就坠毁。那么，美国的这款明星战机到底是怎么了？来看报道。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号上午8时46分和56分，隶属于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2架 F-35A 战机，在大约10分钟内相继在青森机场紧急着陆。报道称，这导致青森机场关闭跑道约20分钟。所幸2架战机的飞行员均未受伤，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共同社报道提及，1年之前也曾有2架隶属于三泽基地的 F-35A 战机紧急着陆，事后发现是涉事 F-35A 战机的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导致警报灯亮起。从这次我们可以看到飞员的报告，他讲的是由未知名的机械故障而要求紧急着陆的，那么这就排除了由于天候的问题，由于飞员操作而引发的这样一种飞行事故。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应该说主要的问题和厂商是密切相关的。根据日本防卫省通报，日本航空自卫队共引进42架 F-35A 战机，其中4架由原厂商美国军火商洛马公司生产，已经实现交付，剩余38架在日本国内进行组装。外界质疑日本自己组装的 F-35A 战机是否有工艺流程上的缺陷。但美国原产的 F-35的质量也不稳定。就在日本 F-35A 事故发生前一周的5月28号，美军一架 F-35B 隐形战斗机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国际机场附近坠毁。虽然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但身受重伤。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架战机坠毁前刚从阿尔伯克基国际机场起飞，当时刚在机场加完油，准备飞往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这个是一架新飞机。那么新飞机发生故障的话呢，应该说厂方是根本的责任，跟军方的话呢没有太多的联系。深圳卫视注意到 ，F-35B 的事故率高得惊人。上一次坠机事故发生在去年9月的南卡罗来纳州，2022年12月15日也发生过一次坠机。F-35B 是 F-35系列战机的垂直起降型号，实际上这种技术并不成熟。F-35B 并非如西方媒体所吹嘘的那般神奇，装满燃油和弹药的 F-35B 实际上不能完成短距起飞和垂直起降动作，因此洛马公司不得不采用通过缩小机载武器口径、改用小直径炸弹和调整推进系统、增大推动力来解决超重问题，才让 F-35B 勉强具备了一定的垂直短距起降能力。由于研发难度大，有媒体曝光，美国军火商洛马公司当时花了一笔小钱，从俄罗斯购买了以下马的雅克141垂直短距起降战机技术，吸取了雅克141的失败经验，不再使用升力发动机，而改用升力风扇，避免了当初雅克141的坠机悲剧。但垂直起降的 F-35B 仍是该系列中事故率最高的。实际上 F-35全系列的故障率都偏高。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F-35战机存在800多项设计缺陷，涉及发动机、弹射座椅和机身材料等方面。五角大楼曾数次要求该机型停飞。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的与中国脱钩锻炼政策也成为给 F-35生产线制造的大麻烦之一。去年五角大楼就以油泵中使用了中国制造的稀土磁铁等为由要求整改，这导致 F-35的生产线关闭数月。有工程师表示，长时间关闭生产线对流水线制造是具有相当的风险的，这也导致有上百架 F-35堆放在工厂停机坪上。
有观察认为，被视为美军骄傲的 F-35战机频繁出事，美军明知缺陷诸多却难以改善，不断扩大外销，也与美国防军工业自身体制缺陷有关联。美国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886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近300亿美元。这一数据额刷新了美国国防开支记录，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虽然军费预算报告在资金分配使用、涉及项目等方面都有详细披露，但在监管方面却存在较大的黑箱操作空间。今年4月，有美国议员在国会上手举一袋据称采购价格高达9万美元的小零件，让美国空军部长哑口无言。实际上，如果不是军事采购，这样的一袋零件的市场售价不超过100美元。此事引发美国舆论风暴。当时还有媒体细数，美军曾采购过1万美元的马桶圈、1200美元的咖啡杯，甚至价值600万美元的9头山羊。那么，由于美国的采办制度的话，它决定了我要谁的产品，不要谁的产品，都是由采办机构和采办人员说了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监督机制呢就形同虚设，所以呢，它的监督成效的话显然是不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说美国的监管制度，我们说和采办制度，它这个有一个很深层次的矛盾呢，是长期无法解决的。